自在弘武术为镜，百变悟全理做魂。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我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在某平台义务播讲武术书籍7本的故事。这一路播讲确实非常艰辛，但是这7本书也为我打开了武术世界一扇又一扇大门。这7部作品分别是：细读中华武术3字经、徐才与武术、四牛五元、神拳祖师李老能、武林掌故、武林往事和武林丛谈。播讲开始于2021年5月19日，当时选择519，确实是想把这件事长长久久坚持做下去，最终也实现了这个念想。第一部作品是我自己创作的《细读中华武术3字经》，细读的目的是希望青少年和习武者能深刻领会中华武术3字经每句话的深刻含义。不知不觉，这99集积累了20多万字。在第一部作品即将读完时，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在翻阅资料时，我看到了中国武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徐才先生的著作。我认为他在20世纪80、90年代对于武术的思考与见解并不过时，而且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是马上征求编委的同意，开始了这第2部作品的播讲。在播讲过程中，也有武术管理部门的同志来咨询在哪里能得到这部书。我想这就是我播讲和读书的意义与效果。网络的传播迅速又广泛，当我还没有读完第2本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武术界一位老同志寄来的一本书，就是四牛五元。老同志说，你能不能读一读这本书啊？我翻阅了几章后，爽快地答应下来。四牛指的是中国武术界4位知名的教练、教授和专家，因为他们4位都属牛。五元当然就是指他们与武术的不解情缘。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他们怎样从一个农村要饭的孩子成为了中国武术最高学府的教授，看到了他们每个人艰难的成长历程，看到了他们对武术的热爱与顽强拼搏的精神。这是一本非常励志的书籍。当读完第1牛夏伯华先生时，我听闻夏先生身体欠佳，于是马上和同事驱车去看望。夏伯华先生的老伴儿跟我说，他只有在听这部书的时候神情特别专注。我也渴望夏先生能通过听我读书来缓解他病情的发展。读第4本书就更有意思了。当时八卦掌博物馆正在创建皇城武术书院，武术界的朋友们知道，纷纷赠书给我们。有一天收到了10本书，就是这本神拳祖师李老能。这真是无功受禄，因为我连作者见面都没有见过，总想回报一下，于是经过作者授权，为他读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形意拳祖师的故事，但是我以为武术人一定要有大武林、大武术的格局，无论哪门哪派，只要是武术界优秀的前辈，都应该去纪念、去学习和弘扬。最后播讲的这3部书的作者是戳脚翻子名家吴斌楼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编审专家张大为先生。张大为先生文武双优，为人低调，乐于助人。他的这3部书以北京为中心，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我们介绍了武林的典故、人物以及规矩，寓教于乐，非常值得一读。第14年3个月，今年8月24日，我终于播完了这7本书，一共700多集。
眼倦长舒一口气。确实，播讲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有时候录制完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每播出一集又充满了喜悦，觉得自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开卷有益，学而知之，学然后知不足。虽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在网络世界，在多媒体的时代，人们离纸质书籍渐行渐远，但是我仍然爱看书。我感觉手指触碰纸张的那种声音，书中那些插图和油墨的清香，是人生独特的一种享受与美好。通过4年多的阅读和播讲，让我收获的不仅是武术的知识，更是对武术精神的追求和敬仰。它让我在生活中变得更自律、更坚韧。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通过武术书籍走进武术世界，了解它的文化和魅力。读书不仅是普通人，更是武术人进步的阶梯。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故事。